家猜猜我现在抱的是什么？这个就是被称为树中之王的金丝楠木，非常珍贵啊，非常巨大。我现在抱都抱不住啊，可能要2个人才能抱得住。我是第一次见到金丝楠木啊，这是活的金丝楠木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湖南茶陵，这是一座大山里面。我们去看陵墓啊，经常会说金丝楠木宝贵，像金丝楠木大殿，还有那个皇帝用的棺椁都是金丝楠木，特别是在明清的帝王陵啊，都能够看到。特别是清西陵，我们看到道光皇帝的金丝楠木大殿，还有我们说的乾隆的那个金丝楠木。那么这个呢，是什么呢？这就是金丝楠木树。经常我们看到那个金丝楠木是已经生产好的，就是说一节一节的，或者是说那个大殿。那么活的金丝楠木树呢，这个是第一次见啊。我今天问了好多人才找到这个地方，本来是来看一个古村落的，但是在这里呢，反而发现金丝楠木树。这个树呢，大概高度是30多米，然后直径的话可能50-60公分，但是如果围起来一圈呢，可能1米多。我刚才看了，我抱都抱不住，非常巨大。我现在这样抱肯定是抱不住了，刚刚在抱了一圈抱不住，所以这个树呢比较巨大一点，而且不是圆形，是有一点椭圆形，并且刚才在这里有当地的居民啊。有2位，一个50多岁，一个80多岁。那50多岁的叔啊，他说，从小到大，他往这里路过的时候，这个树木呢都是这么大，也就在他的印象里，50年了，这个树还是这么大。而旁边另外一位80多岁的爷爷呢，他说，他也是一样的，从他小时候到现在，这个树基本就没有大过，一直这么大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有点我们说的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在这个上面写了是125年。就这个树龄啊，但是按照他们的说法，这棵树呢可能远远不止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树80多年基本就没有变粗过。那想想，从它小到这个大，这个树长了多少年？从一个树苗长到这个，我们说的直径就按50-60公分算，估计的话是不是要100-200年？所以这棵树呢，按照他们的说法，可能是有几百年的历史，但是真正到底是多少年，已经无从考证。但是这个树呢，就是确实是非常宝贵。还有一点，这个树的树叶我们能看到，最主要的是一个哪个呢？我们经常说，像茶叶有新茶有老茶，特别是这个树木啊，今年生长了，那么来年春天是不是放那个新的树枝啊长出来？它这个金丝楠木树也是能够看得到，有新的树叶，有老的树叶。我们常说金丝楠木是树王啊，非常宝贵。在古代呢，金丝楠木基本上只有皇家才能用。那金丝楠木其实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其实分了好几个阶段的。在中国古代，金丝楠木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啊。金丝楠木历史悠久，最早的时候追溯到那个河姆渡文化。到现在，其实金丝楠木越来越少，为什么呢？从古至今呢，都是大量砍伐金丝楠木，特别是到明清的时候，金丝楠木被定为皇家才能用的。最早的阶段是春秋战国时期，那个时候金丝楠木分布在渭河、黄河下游，还有四川盆地这一块。那个时候呢，还有一种比较重要的木头是什么呢？就柏木，就是我们说的黄长提胄。黄长提胄在西汉的时期以及西汉之前呢，基本上是皇帝才能用的。那第二阶段到了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时候，这个时候的金丝楠木基本上也还是在南方。从古至今呢，楠木的话大部分是在南方，比如说东南丘陵、云贵高原，还有四川盆地。特别是对江南地区，当时陈章期还有这样的说法：楠木高大，叶庐桑，出南方山中。特别是最著名的是秦朝时期六王毕、四海一、蜀山兀、阿房出，就是阿房宫的材料啊，全部来自于蜀山楠木。第三阶段就是唐宋时期，特别是据记载呀，在唐宋的时候，南方用楠木作为造船十分盛行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唐宋的时期，南方的经济迅猛发展，特别是那个宋朝的时候，对外贸易很多。对外贸易有什么呢？要船，那个楠木呢，防腐蚀性好，所以呢，就用这个楠木做船。那由此得知的，当时的金丝楠木呢，在南方地区呢，就分布甚广。那到了明清时期啊，那这个楠木呢，基本就被称为皇帝御用之木，称为帝王木。
为什么呢？到了明朝，金丝楠木呢已经十分稀少了，就是基本没有了，所以呢就规定只能皇家使用。如果民间用这个呢，就是说逾越礼制而获罪。当时清朝的时候，嘉靖皇帝杀和珅，有一条就是说啊，发现他房屋所用的木料是金丝楠木，这个已经超出了规矩，这个是一大理由。按照那个《博古要览》记载，楠木有3种，有香楠、水楠、金丝楠，其中金丝楠木是楠木中最好的一种。在古代，蜀道难，难于上青天，从云贵要运到中原，用到北京，那个时候相对来讲的话，在明朝之前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。那到了明清之后，南方发展嘛，所以慢慢的交通稍微也好了，所以呢，很多金丝楠木呢就通过水运或者其他的到达北京。那金丝楠木到底是什么呢？这个大家相信的话，只要听到这几个字，就知道这个树木非常珍贵。这个大家发现没有？这个树叶啊有2种，一种是新的树叶，一种是老的。就是春天来了嘛，我们说的所有都在换季一样的，它这里也是不例外的。而且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，这种金丝楠木的树啊，笔直笔直的，不像旁边这个樟树啊。你看这2个树对比吧，一个是樟树，一棵是金丝楠木树。樟树的话就歪歪曲曲，而这个金丝楠木树呢一直上去，而且呢节就比较小。你看这个樟树的话特别多那个节，但这里呢就没有。但就是不知道这个下面这个是自然脱落还是干嘛的，少了一块皮。在这里的这棵金丝楠木树啊，大概高30米，直径的话50-60公分，如果围起来的话1米多。可以看到金丝楠木的树啊都是笔直笔直的，这就是金丝楠木树。我们再这样看的话，感觉这个树啊不是太大，但是如果人一抱的话，就能感觉出来这棵树是巨大无比的。它是椭圆形啊，不是圆形。如果说在远处看的话，有点像扁的，也可以看成是有点三角形。所以这个呢，就看你的视觉角度从哪里来。这个树叶就是这样的。这个是刚刚春天刚开出来的。像这个石拱桥是清朝的，它这里呢都是几百年的历史，百年老树，百年老桥，对不对？这一个地方啊，小小的大概10几20平米的地方，有好几种东西在这里啊，保存着历史遗迹。离这棵大的金丝楠木树大概3公里到4公里的地方，还有个小的金丝楠木树，这个是当地的人种的。可以看到这个树木比较珍贵，所以这里特地围起来了。这个树不知道有多少年，但是同时也能看到这个树很直，没有其他的那个弯弯曲曲的样子。所以我估计啊，金丝楠木树，跟这个也有关系。